作为中国体制内最稳定有保障的铁饭碗，公务员职位一直备受青睐和追捧。可就在最近，这块曾引无数人垂涎的金饭碗竟然生锈了，一股突如其来的公务员降薪潮开始在全国肆虐，多地公务员工资遭重创，有人年收入直线下跌数十万，退休金也大减数千元。曾经稳稳当当的铁饭碗何以突然摇摇欲坠？公务员也要和普通老百姓一起勒紧裤腰带过紧日子，这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深层次原因？让我们拨开重重迷雾，深入剖析一番。高龄人士吃亏最惨重。直击现场，最先知道降薪苦果的是一线公务员和退休人员。有媒体披露，一名即将退休的老警察为躲过新政策影响，曾打算在2022年多干1年，以获得比退休金更高的9000至1万元工资待遇。谁料新规落地后，他一改再三的退休，却只能领取区5000多元退休金，一下子少了近1半收入。退休教师的遭遇更糟。广州一名退休教师退休金从每月8000元降至4500元，北京某高校退休教师9000元退休金更是骤降至5000元。本应安度晚年的他们，收入突然缩减数千元，生活质量遭受沉重打击。一线公务员降薪幅度更惊人。有媒体报道，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工资缩水1半，绩效奖金和夜班费降幅高达50%，教师阵营也接连中箭。一名广州中学教师妹妹今年绩效工资被取消，全年收入比2018年腰斩，年薪从40万跌至20万以下。数字反映出的不只是收入巨减，更折射出公务员群体对新环境的无助和迷惘。他们深知此番遭殃并非个案，而是全国性的降薪潮开始冲击体制内阶层。体制内外再无避风港可躲。公务员如此，普通百姓的处境可想而知。有河南民众实况反映，现在老百姓手里也没钱，有的一个月拿1000多、2000元。我去辖区居委会看到已就换新电器，老百姓没有人去那里，或者排队看。当大环境恶化，整个社会阶层的收入在下行，公务员和普通老百姓都失去了过去的前景，高龄人群和低收入人群无疑遭受了双重打击，几乎无处可躲。财政赤字是祸根。那么，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全民降薪现象？背后的深层原因何在？有分析认为，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是导火索。多年来，中国地方政府依赖卖地收入来维持财政运转。但近年楼市低迷，加上防疫支出增加，再加上地方债务已经严重超支，财政入不敷出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通病。有数据显示，截至2023年底，中国现有在职的公务员、事业编制、临时工等公职人员约8000万。考虑到巨大的开支压力，当务之急便是降低人力成本支出。于是，削减公务员工资和福利便成为地方政府的不二选择。不过，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只会带来更多问题。当整个社会收入被压缩，购买力下降，经济就会陷入通缩，地方财政状况还会更加恶化。届时，公务员们的工资恐怕还要再吃猛药。要彻底扭转局面，唯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，否则双方都将陷入无底深渊。当铁饭碗也满目疮痍，普通中国人还有什么可指望的？人民币贬值也是一大杀手。除了财政赤字之外，人民币持续贬值也是造成公务员实际收入大减的凶手之一。今年以来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走低，贬值幅度已超10%。当国内通胀加剧，且薪资普遍缩水，随着人民币贬值，国人的实际购买力将大幅下滑，收入再高也将贬值。以前10万元年薪吃喝不愁的公务员，
如今实际收入降至7至8万元，生活质量也将大受影响。过去人们视公务员工作为金饭碗，原因之一便是晋升明朗，薪水与普通民众职业相比较为铁定，并不会因通胀或货币贬值而贬值太多。但此轮全国性降薪潮以及人民币贬值双重夹击，无疑打破了公务员这一心理认知，也无异于当头棒喝，令他们的钱袋子再也装不住钞票了。不过，公务员阶层虽然也遭通胀重创，但相比之下，私营企业员工和灵活就业者的处境就更加雪上加霜了。面临全社会通缩，不少私企员工不仅薪水缩水，就连饭碗都遭到威胁。那些被裁员的灵活就业者更是背着沉重债务，却失去了收入来源，只能在社会最底层挣扎求生存。相较之下，公务员至少还保有了一口饭吃、一间房住的基本生活保障，或许也只能这样自我安慰了。饭碗再糊口也难维系，公务员被迫选择退出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就在很多公务员为躲避降薪而选择提前退休的同时，考进公务员编制的竞争却越发激烈。一位成都街道办事处主任坦诚，面对收入不断下降，他今年就选择在50岁时提前退休。这几年我过得很艰难辛苦，所以我50岁就退休了，放弃了55岁以干部身份退休。按照他们的流程，我6月份可以拿到退休金，每月可领到4000至5000元左右，最少也可拿3000元。尽管如此，他依旧庆幸能拥有这份糊口的收入，因为在他眼里，小店倒闭、灵活就业岗位变少了以后，实际上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。大部分社会底层人口还是灵活就业，这就是为什么考公、考编，包括进央企、国企、进事业单位这么有吸引力的原因。一语道破了当下社会的困顿和人们对稳定工作的渴望。在就业形势严峻、收入下降的环境下，拥有公务员编制无疑成为不少人最后的期盼。正因如此，今年各地公务员考试人数屡创新高，报考热情有增无减。以北京为例，2023年各级机关报考人数超165万，是当年实际录用人数的1303倍。上海市公务员报考比为2676比1，郑州为4530比1，重庆达6677比1。在这种竞争之下，能进入体制内工作，无疑就相当于躺着也中500万了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薪资收入也依旧缩水。今年上海处长层级公务员年薪从35万元降至20万元，科长层级由24万跌至15万元，减幅达40%以上。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公务员平均降薪20%左右，一些地区公务员的补贴更是被暂停发放。如此一来，统计局数据中的公务员工资收入数据恐怕也无法完全反映实际状况。比如前面提到的南京公务员实际收入水平，普通科员年薪18万左右，主任科员年薪20万左右。经济较发达的江北新区等地科员全年综合收入或可达22万元。然而，在通胀和人民币贬值的双重压力下，上述收入数字并不能保证较高的生活质量。很多公务员不得不再三斟酌，是选择提前退休锁定老工资，还是继续咬紧牙关撑下去。不管怎样抉择，似乎都很难有完美答案。提前退休虽然可暂时止损，但若退休金再遭重创，恐将陷入更加喘不过气的困境中。而选择留任，又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得不继续勒紧裤腰过紧日子。铁饭碗生锈并非个案，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内忧外患。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，曾经引无数羡慕的公务员铁饭碗，如今也已锈迹斑斑。吃紧简餐的急需并非个案，而是整个社会通胀和经济波动下的一个缩影。
无论体制内外，当前的经济环境对多数人而言都是一场全员大考。公务员阶层收入下降，退休金缩水，只是整个就业压力加剧、收入下行的一个缩影。从政策层面来看，此轮针对公务员的扩张性财政紧缩策略，暴露出中国地方财政赤字问题远比预期严重。过去依赖卖地圈钱的模式已行不通，无疑对未来财政政策和社会治理带来更大挑战。宏观经济方面，当前世界经济低迷，国内外需求疲软，实体经济缺乏活力，进而加剧了中国经济下行压力，给财政预算和公共支出带来沉重负担。人民币贬值更是雪上加霜，加重了老百姓的通胀负担。总的来说，公务员收入下滑只是一个缩影，反映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面临诸多内忧外患。破解之道不仅需要多管齐下，还需直击经济结构性矛盾，从根本上进行改革，否则无论采取哪些治标之举，都将是止效无穷。当前百姓生活面临的困顿，公务员阶层也无法幸免。无论铁饭碗再硬，也抵不住通胀和贬值的双重冲击。这正是目前社会的一个写照，同时也预示着更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。